美国会不会又来制造什么理由发起沙特战争，打垮沙特政权呢？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沙特加入金砖可能打垮美元，美国还会重演伊拉克战争吗？很多人一直以为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目的是为了控制石油资源，其实不是这样。根本原因就是萨达姆声称将不再使用美元对石油贸易进行结算，这将引发弃用美元的连锁反应。失去了美元霸权，美国就失去了剪羊毛的工具，失去了霸权地位，因此美国必须推翻萨达姆政权。今天美元的同类危机再一次开始显现了。美国专家表示，沙特阿拉伯加入金砖国家将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大事。如果诸多国家在与沙特的石油贸易中抛弃美元，采用货币互换方式或者别的货币进行结算，这比当年的伊拉克决定弃用美元的影响还要广泛无数倍。沙特已经表示有兴趣在与中国进行石油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进行结算。这一情况出现的那一天，将直接推翻自1973年以来使用美元作为国际石油贸易货币的现有程序。在1月份于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沙特财政部长告诉记者，他的国家对美元以外的货币交易持开放态度。毫无疑问，关于石油，旧世界的秩序正在消失，一个新的秩序正在出现。将来以俄罗斯、沙特、伊朗、阿联酋等为代表的国家将与中国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从而避免美国的制裁。这可真是让美国无可奈何了。其实这一切来自于美国无端对他国强行制裁，甚至切断俄罗斯与国际银行结算系统，才会引发各国对美元及结算体系的担忧和恐惧。不听美国的话，都可能面临这样的结果，哪一个国家不担心呢？再加上美国滥发数万亿美元，导致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也让人们对美元失去了安全信任。于是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全球抛售美元和美债的浪潮，这其实才是超过200家美国各大银行破产危机的深层根源。这就等于美国自己打掉了美元的王者地位。沙特认为，并且已经体会到，在发展与美国的关系中为其带来的风险变数太大，这些风险应该对冲。对于沙特来说，其在美国的天量财产相关的风险系数正在增加。美国和欧盟强行抢劫俄罗斯外汇储备和财产的行动，向沙特及全世界表明，如果做了西方国家不喜欢的事情，会发生什么。他将在弹指之间失去在美国和欧盟的所有资产。那么，如何在当前条件下为自己的风险投保？选择很少，那就是中国。沙特对中国的石油供应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是美国同一指标的3倍，因此沙特更注重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成功调和伊沙复交，凸显中国对中东的和平影响力。一旦中沙之间达成货币互换结算石油贸易，那么跟进的国家将会更多。自2014年以来，中国一直在与俄罗斯进行石油换人民币交易，这就是例子。当正在筹划的金砖银行开始运行之后，现在被美西方控制的世界贸易结算体系将会被金砖国家避开，美西方再也无法像现在这样制裁俄罗斯了。只要美元的霸主地位崩盘了，美国距离崩溃也就不远了。美国会甘心吗？显然不会。那么美国会不会又来制造什么理由发起沙特战争，打垮沙特政权呢？美国还有这样的能力吗？还能继续裹挟跟班国家参加沙特战争吗？时过境迁，我相信美国没有那个能耐了，中国乃至金砖国家恐怕也不会袖手旁观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